胖子会觉得自己胖，但是不关你的事。When your clothing got X in front, you know you. 一提起胖子，人们往往会想到那些被贴上懒惰、没有自制力、笨重、邋遢等标签。这种刻板印象也在近期话题电影《热辣滚烫》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将胖子所面对的歧视展现得深入人心。所以，这样的刻板印象真的符合事实吗？今天就让 Noodle 帮你问那些人们好奇却不敢问胖子的问题吧。曾经有没有就是遭遇过一些大众对你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有一些会说我是肥呀、那什么，不过我没有脸嘛。爱吃咯，吃了就睡咯，就是懒惰做工，所以我们才没有时间去减肥这样子啦。就可能会偶尔开一些小玩笑，类似这样的，但是可以接受的，就不会有什么的玩笑？就比如说他不去运动啊，类似这样之类的东西哦。Maybe like when they see me with a friend, I'm always the funnier one because I'm the fatter one, right? Yeah. 最简单讲就是吃的多这种哦，就可能会讲比较难听的话，就来讲像猪啊这样子比较难听的话咯。胖的人会有发出味道没有这是。可能就是嘲讽一下，讲哦，坐在车里面哦比较吃油啊，就会觉得说他很懒惰，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功课也很懒惰做，运动也懒惰。I don't know if this is a stereotype or not, but every time we play football or futsal, they always put us goalkeeper one because I think more surface area to cover the goal. 胖对你的生活有没有造成什么困扰？有时候跟朋友坐一辆车的时候就不能跟他们坐后面吧，因为后面有时候坐3、4个人都很挤一下，就只能一个人坐前面了。就走一段路就会开始喘气这样子啊，信心会比较低一点呢。如果你跟那个帅的，人家看就是看到他，不是看到我，看到我，因为我拿的范围比较大。行动不方便，好像比如说跑步啊，很高的一些行动力的时候就造成很多困扰哦。比较辛苦就是流汗哦，比普通人很容易流汗哦。When you're fat, the treatment very different one. No guy want to talk to me by the street or whatever. What? God lah. But that one memang hamsap people lah, right? But now, right? Actually. 你跟朋友挤车的时候啊，他们会看着你坐副驾驶啊，反正就是这种需要大家一起连在一起的，在一个空间啊，像电梯这样子。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啦，我长得那么胖。可是过后就觉得，哎，又没有像没感觉到这样啊，哎，一点点空间吧，好吗？大家挤一挤咯，可能可以做个 friend 这样子嘞。觉得你胖可能会有点排挤这样。When we sleep, we snore because fat person always breathe through mouth one. That's why I snore. 他们很好奇啦，身为一个肉女生，自己其实会觉得自己胖吗 Of course You know what I hate the most people who tell me I'm fat. I know lah. I have a mirror. If I duduk right and I feel like I can feel my double chin going down and I feel like my belly is like more berlipat like that, then I know like oh shit, I gain more weight. Thank you. 一些会吧，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就不会觉得自己胖哦，就觉得自己都还完美一下的。你觉得自己胖吗？胖子会觉得自己胖，但是不关你的事。照镜子的时候，是我来的，原来。当你觉得对自己生活已经做出一定的影响咯。I don't know about anybody else, but for me, yes, I know I'm fat. It's hard for me to find clothes, you know. When your clothing got X in front, you know you're fat already lah. 很像试衣服的时候，因为现在 size 也是很奇怪 ，XL 也穿不下，然后就会越穿越大，就觉得开始焦虑啊，身材焦虑这样子。你的胖是遗传的呢，还是你自己吃到了？自己吃到了。自己吃到。你是怎么吃 ？MCO 的时候，然后就吃宵夜比较多一点，越吃越胖了。MCO 之前跟 MCO 过后对比很大。之前是几 kg？ 方便讲吗？70-80。现在107。遗传，因为我爸爸也是比较胖的。走出街晒太阳都会胖嘞。係咪想玩嘢啊你啊？不清楚，可能家族遗传。自己吃到的。I eat a lot lah. I think my parents also feed me a lot.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遗传，然后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从小就习惯大吃，然后到长大你开始少吃一点的时候，然后已经很难改变了。For mine is also eating habit lah, of course. And then like a lot of people go cafe hopping, you know, try on this dessert whatever. That's when I gain more weight. 算是暴饮暴食吧，一种来累力这样子造成的。我从小就比较胖哦，然后被他们每天捏我脸，他们都讲我抢我的兄弟姐妹的饭吃，这很无语好吧？胖子是不是不容易找对象？对一些人来说是困难啊，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的要求还蛮高一下的。那你呢？我暂时还不想找，减肥这就等过后吧。
有些人也是可能喜欢胖胖的啊，就肉肉的啊。如果真的是对方觉得你胖，然后不要跟你在一起的话，这样你也不要跟他在一起啊。Yeah. For girls especially, this is the honest truth. Like if you go meet people, right? If you put 2 girls, one fat, one skinny, of course the skinny one will get the guy, right? Right. 现在还好吧，现在主要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胖一点的，觉得看起来比较可靠、温暖类的。你觉得自己容易找吗？我没有过哎。因为有可能胖子会对自己的身材啊不太自信，所以就不太敢去接近女生。还是你是喜欢男的？没有。不可能嘛，因为我身边朋友也是很多肉肉的，也是找到，哎呦换男朋友要换衣服这样，就是。那你本身呢？我母胎瘦了，我不想谈恋爱先。其实我也是很奇怪，也是在街上看到比较美女，但是她另外一半会比较胖一点。就是如果胖的人的话，会自己看一下有没有优点，就是身材已经大了，样子也不是很帅，就找一点不同的方面来 stand out 一点咯。我觉得自己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动力。你有曾经尝试过吗？曾经有尝试过的，对，也很好，不过就不方便回答。你有没有曾经有一刻就是觉得，哎，我是时候该减肥了？有啊，有时候可能那种 midnight 3 AM 那种 motivation 就会突然间进来了。半夜里我会看那种 TikTok 啊，那种 Instagram 啊，就有时候会 scroll， 然后突然间遇到那种 motivation 的那种 quote 这样子。男孩子怕苦怕累，你怎么能成大器？ There are some days where you look in the mirror, you feel like, wow, cannot act like this, you know?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So when I started doing it, halfway through it, I stopped. I just cannot commit. I don't know why. 就是新年一看到旗袍穿不下的时候，卡在那个拉不下去，就讲哎呀想减肥，可是后悔迟了，太迟了，已经年初1了。大家看你的时候都有一种之前说的刻板印象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身体不健康，肥胖人会比较容易头痛头晕，然后因为可能身体的血压不稳定。因为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就觉得那些女明星很美很瘦啊，就那个时候就想减肥。那你看到贾玲的变化，你本身你会有这个想法吗？就是我觉得说她真的是非常的坚持啊，因为大概1年瘦了100斤，对吧？就觉得是很厉害，就是很励志啊。本身有没有因为胖受到很不一样的对待嘛？这个一定会有，我觉得就是看是不是熟人啊。就如果是外人的话，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会跟我们不一样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比较远离他这样子。没有，这样就没有，好像是我欺负别人啊，但是我没有啊，没有被欺负过。只要你够自信就没有问题。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啦，但是你讲嘲笑的话，多多少少会有的，但是不是那种极端的啦。是一种来开玩笑这样子，人家笑我讲我胖，我也会笑他讲你怎么这样矮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咯。Now I can compare, I can see the difference is very clear, you know, like especially with like people treat you better, peopl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when you're skinnier. You didn't pay attention to me when I was fat, but I'm still the same person. But now you are in my DMs. 有被别人取笑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拿一个塑料瓶嘛，就他打我肚子，就好像说。你这个还蛮肥一下，然后我没有理他。你当时有反抗吗？没有，我是打算等我变瘦，我要去找回他，给他一个惊喜。我朋友也是有被，就是别人可能一些男生就写过一些大胖子在那个书上面，很多花名哦，很多那种关于到胖啊、肥的花名哦，就你自己听啊，我也是不喜欢。可是如果这个花名可以让别人很容易记得你的话，就 OK 啦，反正你讲吧。其实有严重到去找辅导老师啦，然后那时候他就讲不要去连交结巴是人家的，然后你管好自己就好了。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自卑？如果他是经常受到欺负这样子就会。我的 mindset 通常都是 it is what it is， 所以我不太介意别人的眼光啦。以前Form 5就会啦，现在就不会了。Form 5为什么会自卑呢？全班就我一个人这样肥，然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参与到，就一直自己一个人啊。有被人家欺负过吗？有是有。他怎样欺负你？就有时候会叫一般人就直接远离我这样。当下你怎么样？是难受啦，不过慢慢就远离他们，我就感觉也蛮好一下，因为毕竟他们直接被几个老师惩罚过很多东西。是没有很在乎啊，就觉得做自己哦，就是开心就好吧。主要是
主要是健康比较重要。因为我皮肤敏感嘛，然后我脚都那种点，就不太敢穿短裤。我现在有去尝试啊，我穿裙子啊，穿那种 A 裙这样子啊，很喜欢哦，自己是很喜欢啊。Once you want to step out of the house, right, and your clothes don't fit a certain way, you're uncomfortable. That's the feeling I hate the most. It's not just about people looking at you or whatever, but like when your clothes don't fit you right, you're just uncomfortable. You're gonna be insecure anyways, you know? 不太敢人讲话什么的咯，点孤僻，也不太算有什么事情啊，就看大家全部这样全部合在一起，好像就自己一个这样。不会啊，不会。你活得很有自信。我活得很有自信，对。为什么？你那个自信是哪里来的？可能家庭吧，不会像其他的家庭就讲怎么你这样胖了，你以后要怎样找到女朋友还是怎样？我家庭就可能鼓励哦。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觉得我还挺开朗的。因为家庭都挺好，然后朋友都挺好，我不是很在乎别人这样想，因为我觉得说我自己做我自己很重要。最后有什么想跟大众或者是同样是胖子说吗？如果真的减肥的话，去减肥咯；如果不要减肥的话，你就做自己咯，不要去听人家怎样讲啊，然后不要因为一点点事情就好像要自杀这样，要抑郁这样，不要。去找到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咯。就自然会有自信，去跟可以接纳自己的朋友一起相处什么的。Don't feel excluded lah, bro. It's just people who always AJ you fat ah. They want all kids one, all not mature one. 如果你是一个胖子的话，就这样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就不想这样讲我很肥啊，那时候不要就这样对自己有自信。For girls, especially young girls, I know that we are struggling with our weight constantly, but please do not result in like extreme diets because that will just make it worse. Take care of your body. Just know the right diet for yourself. Maybe like consult a doctor. 自信一点，不要这样恐惧别人给看你的眼光，还有别人怎样对待你。胖的人其实很可爱的，所以其实女生应该要去喜欢多一点胖的人。就是坚持做你的爱好才有，然后你就会有信心啊。不要放弃，我们有我们的 market 的，Luni。如果能减肥就减啦，因为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不管你是高矮胖瘦，然后样子丑还是美都好，我是觉得说，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啦。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好就很好了，就不要太管别人这样想。表面上看似随性的胖子，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于大众眼光的恐惧与压力，还是会担心自己被排挤或嘲笑。很幸运的是，这几位受访者早就不在乎这些事情了，他们正在积极地寻找自信，不受外界评价的束缚，只专注于做好自己。无论你长得怎么样，记得不要放弃，唯有你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加油！